这个美女被监禁了，为了逃出去，她不得已脱下自己贴身衣物，挡住摄像头，然后将2种不同的清洁剂一起倒入垃圾桶中，通过化学反应，里面的废纸开始冒烟。接着，女人取下桌下的不锈钢桌腿，将沾满化学药剂的纸塞了进去，再一起塞进更粗的桌腿中，充当炮管，最后接到灭火器上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的火箭筒被制作出来了。此时，一帮特工也已全副武装，在门口待命，准备强攻进来。可惜他们还是低估了女人的实力。大门一开，女人看准时机，按下灭火器，里面的化学物质碰上枪火，直接爆炸，女人得以成功逃脱。他叫绍特，是美国中情局的一名特工，在一次执行任务中，尽管身手敏捷，但还是被抓了。对方对他严刑拷打，但绍特却绝不松口，坚称自己是一名商人。本以为自己这一生就交代在这儿了，没想到一直仰慕他的国际知名昆虫学家，为了救他，四处奔波，到处找人。得救的绍特面对眼前的男人，第一次掉下了眼泪，并坦白了自己特工的身份。即便如此，男人也要坚持和他在一起。就这样，绍特和男人成为了一对恩爱的夫妻。2年来，绍特不再继续执行任务，而是做起了幕后审讯工作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这天是2人的结婚纪念日。绍特正准备回家时，突然有一名前苏联特工来自首。绍特被上级临时召回去审问这名间谍金毛。没办法，绍特只能留下来加班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绍特开始问话。金毛说自己因为身患癌症，已经被组织抛弃，所以干脆来自首求自保。他告诉绍特，自己专门负责带苏联儿童来到美国，训练成专业间谍。这些儿童从小学习美国的文化和习俗，精通英语，忠诚且战斗力爆表。而他们等待已久的任务即将开始，便是在美国副总统的告别仪式上狙杀俄罗斯总统，以此引起轰动，发起战争。啥？俄国特工刺杀俄国总统，简直荒谬！不想浪费时间的绍特起身准备离开，谁知金毛竟然指出，那个要去执行任务的人正是绍特。外面监视这场审讯的人全都惊呆了。测谎仪上显示，金毛所述的句句都是实话。绍特凭借多年的执行经验，她怀疑丈夫很可能出事了。果然，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。可因为金毛的话，反情报局的小黑并不肯放她离开，而是根据规定把她关进了审讯室里，等待组织的调查。与此同时，被带走的金毛刚进电梯就甩出皮鞋里藏好的尖刀，瞬间干掉了所有看守人员，逃跑了。另一头，绍特始终联系不上丈夫，决意要离开，便利用身边的工具逃出了中情局，一路赤脚逃跑，回到家中查看情况，果真失去了丈夫的踪影。倒下的椅子，吃剩的三明治，都在告诉着绍特，丈夫的失踪没有那么简单。而绍特真的是前苏联特工吗？女人手动把她的金发染成黑色，只见她摘下嘴里的牙套和眼睛里的美瞳，混进了人群中，准备刺杀俄国总统。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救出自己的丈夫。绍特确认俄国总统抵达现场后，她转身来到地铁站，正在运行的是最后一班地铁，里面全是安保人员。作为一名训练了10几年的特工，绍特先是用一张冒烟的报纸分散了所有人的注意，趁机跳下地铁，穿过地下通道，轻松制服了巡逻中的士兵，直接来到副总统告别仪式的教堂中。此时教堂内一片肃静，俄国总统准备上台致辞。很快，绍特又接连放倒2名特工，他捡起了掉落的手枪，赶到教堂下方，直接射向发电的钢管。钢管立即摇摇欲坠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绍特立马将准备好的炸弹扔向上面。不带一丝犹豫地按下按钮，炸弹顺利引爆，教堂地面瞬间崩塌，俄国总统一脸懵逼地掉了下去。这时，绍特举起手枪，瞄准不知所措的总统，扣下扳机，一声枪响，俄国总统倒在了他的枪下。很快，小黑也随着枪声找到绍特，拿着枪的绍特并未攻击他，也没有逃跑，而是乖乖地束手就擒。绍特的同事维克多不敢相信自己的好友竟然是国际间谍，感到极度愤怒，大声质问他为何要这么做。同时，小黑也不理解为何绍特明明有机会杀掉自己，却不杀也不跑，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？在被押送回警局的路上，绍特回想起儿时被整容送往美国生活，当时的教官正是金毛。原来绍特真是俄国的间谍，他埋伏了10多年，就是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。终于，他找准机会，用手肘击倒2边的看守人员，然后用电击棒秀了一手2人转，又一次的成功脱逃。逃走的绍特来到同伙金毛的藏身之处，即便绍特完成了任务，金毛也还没有完全的信任他，而是将他带到了秘密据点。在这里，绍特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丈夫，可此时的丈夫正被困在水牢中。为了测试绍特是否真的爱上这个男人，金毛命人开闸放水，观察绍特的神情。绍特假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，强忍自己的悲伤。绍特本以为自己完成了任务就能救出丈夫，谁知金毛是要置丈夫于死地，只要她去救丈夫，身边的人就会立刻开枪。没办法，她只能抑制住内心的痛苦，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活活淹死。
他的表现让金毛很是满意，顺利得到众人的信任。他们喝酒庆祝，这些人都是从小和他一起训练的小伙伴，曾经的单纯少年，如今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得到金毛的后续计划，绍特找准机会打碎酒瓶，直接戳死了毫无防备的金毛，随后拿着一堆手榴弹走出房间。丈夫的惨死，绍特没有忘记，他愤怒地杀死了所有人，为爱人陪葬。根据金毛的部署，绍特找到对接人刀疤，刀疤也是绍特的小伙伴，俄国间谍之一，如今是美国的联络官。他将让绍特伪装成随员，一起进入白宫。他的任务是负责引起骚乱，逼迫美国总统进入地下安全屋，而绍特的任务就是狙杀美国总统，从而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。晚上，利用刀疤提供的证件，再加上易容，两人顺利地进入了白宫。在行动前，刀疤突然推倒绍特，然后一路开枪冲向美国总统。在临死前，一脸微笑，按下按钮，引爆了体内的炸弹，迫使美国总统进入地下。绍特迅速反应过来，趁着混乱拿走了门禁卡。此时，绍特的前同事维克多突然意识到，刀疤身边的人就是伪装后的绍特。女人摘下假耳朵，从脖子处掀起易容的面具，一点一点地露出原本的模样。另一边，总统在一群人的维护下，正在乘坐电梯去往地下安全屋。绍特紧跟其后，打晕电梯守卫，直接跳入电梯井中，一路开挂。终于，在门被关上的最后一刻，他成功进到了安全屋。此时，美国总统得知，因为俄国总统的死亡，俄国的核武器已经处于备战状态。为了稳住局势，美国总统也下令提前解锁核武器的使用权限，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。可这时，绍特的前同事维克多突然举起手中的枪，直接干掉了除总统以外的所有人员。原来维克多和绍特一样，也是从小被金毛培养的俄国间谍。在一顿威胁之下，他打倒了美国总统，成功抢夺核弹发射器，把对准俄国的核弹改变目标为中东地区。绍特见此情形，他立刻反应过来，一旦发射必将激怒数十亿穆斯林，之后便能看着美国和他们互相伤害，好一个坐收渔翁之利。绍特在门外想申请加入维克多，正当维克多准备开门时，却在新闻里得知自己国家的总统竟然还活着。原来绍特当时并没有杀死俄国总统，而是利用丈夫养的蜘蛛毒液让总统进入假死状态。维克多此时也已明白，绍特早已因为丈夫叛变了祖国，而绍特也明白，如果引发核战争，自己将会被维克多灭口，成为替罪羊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有近1人失去性命。维克多见状也不隐瞒了，其实绍特丈夫会被抓，他的身份会被揭穿，都是因为他的告密。就在维克多用总统的手掌重新确认身份时，绍特连忙砸烂墙壁，破坏了铁门的控制设备，成功闯入房间，与维克多展开了激烈的厮杀，尽全力阻止导弹的发射。这时，在别的特工增援的前1秒，绍特取消了发射任务。但还没来得及解释，绍特就被维克多反咬一口，直接被铐上了手铐。就在绍特被带走的时候，维克多准备好了剪刀，想要刺死绍特，以免露馅。谁知绍特一个跳跃翻下楼梯，马上利用手铐上的链条勒死了维克多。之后，绍特就被送上直升机，由小黑带人看管。他审问起绍特 How many more like you are there? Like me? None. Like him? More than you or I can handle alone. 绍特告诉小黑，幕后真凶其实是维克多，并不是他。她只想为丈夫报仇，杀死所有俄国间谍。就在小黑怀疑的时候，她收到了手下的短信，才得知金毛一伙早已被团灭，并且在现场发现了绍特的指纹。一时之间，她也决定相信绍特的话，便偷偷解开了手铐。绍特一跃而下，跃入了茫茫大海之中。看着绍特离开的身影，小黑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绍特上岸后，在树林中拼命奔跑，大步跑向他未知的未来。电影也在绍特的奔跑中落下帷幕。绍特作为一名间谍，或许没有选择的权利，但现实当中的我们还有。走在人生的分岔路时，认真做好选择；遇见所爱之人时，尽兴地活在当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